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在刚刚发布了更新公告，这个更新有一点突然啊，在3月13日更新。那如果是在国际服的话，应该是3月11日左右。因为我在制作这个影片的时候，国际服是还没有发布公告的，所以我有点不确定。这一次的活动算是之前有出现过的种树活动。根据之前的活动记录，这一次的活动大概率是7000宝石活动。这一次推出更新公告，除了要推出活动之外，还有包括登峰造极。那么登峰造极的皮肤是步兵攻击力提升20%，大家都已经看到它的设计了，有不少的玩家都觉得这个新的设计很丑。还有为什么这个牛设计的牛角是往不同的方向，都是向左手边？有部分玩家还是觉得说这个新的皮肤蛮酷的，我个人觉得真的不是很好看。如果可以把公牛的颜色换成褐色或者是金色，可能会好一点。不过我觉得这个皮肤应该不会太抢手才对啊，主要是它这个设计也不是大多数玩家都喜欢，再加上这个是步兵攻击力，不是每个玩家都需要用到步兵攻击力啊，尤其是步兵的装备全部都是提升攻击力跟防御力，所以这个可能真的不是很抢手。或许就只有一些车头玩家需要用到而已，还有包括打野蛮人的活动、钓鱼活动、真香市集又回来了，我感觉真香市集已经变成固定活动了，也会推出指南针军器的活动，还有包括餐桌活动。在以往的餐桌活动多数都是等到感恩节的时候才推出的，但是这一次比较罕见了，在斋戒月的时候就推出了，因为多不久就是开斋节了，所以他们才特意在这一次推出这个活动。下一个更新大家会比较期待，新增外观商城系统，让你有机会在外观商城获取游戏中以往的经典外观装扮，而且也会不定时的上架更多全新的外观装扮。在我之前做的玩家反馈中，其实有不少的玩家都想要拿回以前旧的皮肤，尤其是一些旧的登峰造极皮肤，可能是策划他看到我们的反馈了，所以才增加这个功能。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过于期待，因为公告里面所说的就是外观不一定是城市造型，因为在以往的公告里面，如果真的是城市造型的话，他们会特别注明说是城市造型。这里所说的外观有可能就是类似像 SVIP 里面的一些外观，就比方说我们个人信息卡的外观，又或者是我们加入集结的外观。毕竟在之前我们被文字游戏欺骗了太多次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期待。我比较好奇，如果增加了外观商城之后，我们是以什么方式去购买这些外观呢？是像 VIP 商店那样子，可以通过资源还有宝石，又或者是一定要花钱去购买呢？接下来失落之地相关优化。新增失落之地活动中期结算，活动将在所有征服赛季中开启，同时取消了原有的清剿敌军活动。玩家可以通过占领圣地、清杀敌军、治疗伤兵等行为获得个人积分和军团积分，并根据积分排名获取丰厚奖励。我不清楚他们的丰厚奖励是怎样啦，因为现在清剿敌军的奖励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如果奖励是特别丰厚，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如果跟清剿敌军活动的奖励差不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更新有一点坑。因为像清剿敌军，如果你靠你自己，不靠你其他的队友帮忙，只要你的击杀够高的话，你都可以拿到奖励。但是换成这个活动之后，除了你击杀敌军要多之外，你治疗也要多，然后你也要占领圣地。顾名思义就是说你必须要胜利，你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积分。就算你击杀多，可能你拿到的积分也没有这么高。当然这个也只是我的看法而已啦，实际上还是要等推出之后我们才知道。第二点，优化了第3赛季及征服赛季开启的幸运大转盘活动，新增了道具转券。每次转动转盘必须消耗转券，转券可以通过宝石购买获得，也可以直接购买礼包获得。在征服赛季中，该活动中的建筑加速道具奖励直接会替换为治疗加速道具。那他推出这个新的道具，我觉得可能是某一些玩家他们不想要用宝石去转盘，他们就可以用购买礼包的方式去获得转券，就不会消耗到自己的宝石。我觉得会写出这个提议的有可能是一些大哥，他们是需要用宝石去训练部队的，可能他们在训练部队的时候发现宝石不够用，我想到有可能是俄罗斯父子提出来的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强制玩家必须要去购买礼包呢？因为像我们现在的玩家呢，就算你不购买礼包，你平时努力一点拿到更多的宝石，就可以去转盘。但假设说推出了这个转券之后，我们用宝石购买转券的数量是有上限的话，就比方说我没有办法转满100次，就有可能造成玩家必须要强制去购买礼包。
所以我觉得需要等到这个活动推出之后，看他购买的转转券数量有没有上限。如果是有上限的话，而且是低于100，就表示说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上限可以让你无限买的话，那真的有很大可能真的是一些大哥提出来的，他们宝石真的是不够用。不过建造加速直接替换成治疗加速，这个确实是不错啦。第3点，在所有失落之地中，圣城开放争夺的时间由8小时缩短为4小时。可能在皇庭大乱斗8个小时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他们缩短成4个小时啊。毕竟你们看过之前国服的顶上战争，官方的直播也只是持续4个小时而已，没有持续到8个小时。而且在国服那边，基本上他们开放了圣城之后，都是在晚上8点或者是7点左右，那4个小时其实是已经足够了。毕竟12点之后有深夜模式，都没有多少玩家要去打架了。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原因之一。不过我觉得更改圣城时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基本上圣城开放之前，多数的王国都已经战斗结束了，所以就算是改成1个小时，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除非是真的有很多王国他们还坚持在皇庭里面。第4点是我和不吃糖反馈的，因为我们之前在看地图的时候，那个领土颜色真的很难分，尤其是在看皇庭的时候。所以在更新之后开启的失落之地中，军团领土可选择颜色受限于阵营领土可选的颜色，领土颜色统一之后会比较方便观看。第5点，联盟盟主还有头衔的官员可以将本联盟占领的关卡、阵营要塞和圣地都转让给有生效领土与该建筑连接的本军团内的其他联盟。处于保护期的阵营要塞和圣地无法转让。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多数王国都有遇到，就是可能你拿下关卡的那个玩家，他不是连接关卡领土的那个玩家，而导致到关卡失效，玩家没有办法通过，就发生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才改这个问题。接下来活动相关优化，赛罗利迷境相关优化。玩家部队复活之后将会获得无敌效果，该效果持续期间，玩家的部队将会免疫迷境中的所有伤害。赛罗利的危机相关优化，战斗信息面板增加了更加易读的可视化显示。自定义埃及之战优化，新增联盟技能管理员可以在队伍管理中设置己方希望带入战场的联盟技能。新增军队扩编设置，我们就不需要开启自己的扩编。参赛玩家可以在设置界面查看战场内生效的联盟技能与军队扩编的争议效果。最后在自定义埃及之战公平模式中，博物馆的争议也会生效。每日特惠将在节日期间开启限时折扣。最后就是其他优化，他们即将在所有王国中开启重置版地图。在更新结束之后，游戏将会默认启用重置版地图，同时支持自由切换经典模式地图，以满足玩家们的不同需求。这个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重置版的地图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自由切换，这个也算是好事情来的。第2点，增加了萨拉丁还有拜巴尔都统帅叙事。终于我等到萨拉丁了我很期待他的表情包。新增了斋戒月相关叙事表现及内容。个人养成数据系统优化，调整了部队战力和玩家总战力的等级评定标准。第5点，统帅攻略系列功能优化，新增了统帅配对攻略。那说实话，其实这个功能在大多数的策略游戏中都已经有推出了，就是会跟你说你搭配哪一个统帅会比较合适，可以用于在哪一个方向。万国觉醒现在才推出，其实算比较迟了。优化聊天道具号角的发送效果和特效表现。同时在设置中新增了号角特效选项，关闭后将不会再展示号角的特效演出效果这个我在之前做影片还有看到一些观众跟我说，可不可以叫策划增加一个按钮给我们开关。这个特效确实有点困扰，尤其是针对于我们在打仗的时候。那也可以看到他们很快就意识到问题啊，所以就马上增加了这个功能。最后一个更新就是我前阵子做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提到的，新增大地图峡谷装备方案同步功能。就是你在 KVK 中你可能换置了一些装备，但是不会影响到你在日落峡谷或者是失落峡谷里面中的装备。在设置中就会增加一个开关，关闭之后大地图的装备方案将不会自动同步。当然在你们关闭自动同步后，装备方案如果有变化的话就会收到确认提示，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更新了。以上就是这一次更新公告的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